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快20年了，一直过着 AA 制的生活，我非常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很多钱不是我不花，而是不需要斤斤计较。我从生孩子之前做手术到有了孩子的任何花费，想让他出钱真的比登天还难。因为我习惯了很多钱都是2人平分来花的日子，我攒了钱也并没有去做什么挥霍掉，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现在我们生活中还要公公来补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这样的日子我不想再继续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何先生42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有请。曾女士38岁，来自四川，职员，有请。欢迎2位哈。今天是妻子要来的，对吧？对。结婚多少年了？结婚12年了，在一起快18年了。什么时候就认识了？2006年，我还在上大学，他已经毕业了。您还在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他，谈了6年恋爱。对。然后结的婚。对。结婚已经12年了。嗯。是什么促使您要来的呢？这么多年时间以来，不知道他存钱的目的是什么，不愿意为我和孩子花钱，我觉得特别委屈。那你们家这个经济状态是个什么状态？ AA 制嘛。那怎么 AA 呢？就是我想买什么东西就我给钱，然后他想买什么东西就他给钱，然后孩子的话就是我带出去玩就我给钱，然后他带出去他给钱。哎呀，这个婚姻很奇怪啊，像产检呀、生娃呀，乱七八糟，这钱算谁的？你们怎么界定的？我们是2011年结的婚嘛，然后结了婚我就想要小孩，我知道我自己身体有问题，然后就一直怀不上，我就在我们那个区上的医院检查，他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身体问题，他就不管不问，我就很着急了，应该快2年了吧，然后我就网上查了一下，找了一家私立医院，我就去医院那家医院检查，然后结果就说要动手术，就说我这个左边输卵管是完全堵塞，右边的话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要动手术才知道。我听到要动手术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说，你到这家医院来一下，我要动个手术要你签字，然后他就来了，然后字也签了，但是他特别生气，我想得到的是他的关心，但他不仅不关心我，然后住了1个星期的院，回去以后住院的那个费用他也不愿意承担。我想的是，我为了生孩子，对吧？这毕竟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承担？我嫁给你，你应该有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你至少该承担一半吧。然后我就非常的生气，就是我公公出来，他就说，反正你们都是自己用自己的钱，那这个钱就让他承担一半，就1人1半，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是为啥？你不想要孩子？不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2个可能沟通可能有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从我们结婚，我老婆可能她女性嘛，可能那些生理期，她有些可能她也不舒服，我也作为男同胞，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问题。然后的话，反正我知道她经常去医院看病，或者去一些诊所就是抓药那些东西。病都看完了，人都手术完了，怎么还跟人算起 AA 不 AA 的事儿呢？为啥？当时也不是说不出钱，主要是他有些事儿他自己就不跟你商量，比如去哪里检查，去哪里做手术，我都不知道，他不跟你商量，所以我其实生气是在这个地方，生理期的一些问题，他是我给他说过呀，我说我每个月排卵期，我的2侧肚子就会痛，我给他说，但是他反正就是我以为说不出来他那种感觉吧，就是我不懂，对，他就打着不懂的旗号装傻子。那这个生娃呢？生娃谁出的钱？也是 AA 啊？我动了手术以后3个月我就怀上了嘛，很顺利。然后产检我就开始问他要钱，我就说你也要承担一点。然后他就一句话就把我搪塞过去了，他说你有生育保险，你以后可以报销。
然后完了这事儿，我又不知道怎么怼回去，就我自己承担了。产检花了有6000多吧，生孩子6000多，完了报销下来的话是不到8000块，我也没有找他要。报了8000，还贴了4000是吧？对。那4000块钱怎么不 AA 呢？我就是较这个劲，你知道吗？那个，来，你说。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比较久远了。那个，说实话，当时有没有就是帮忙承担一点都记不清楚了。你用的是帮忙承担一点，不是？哇呀，你们这个厉害了！你看，你行，佩服。那有了娃之后呢？有了娃之后，我就带了1年的孩子，没有上班。然后没上班这1年，他也没有给过我钱。我就在娘家的时候就吃娘家，在婆家的时候就吃公公。然后孩子1岁以后我就去上班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情况嘛，我也特别了解他。不是你钱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包括结婚前，包括有孩子之后，我们其实2个人是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的。其实生活上的一些花销的话，我们基本上没有，家用都是靠爸妈，自己挣钱就零花，是吧？行，你可以。然后呢？孩子1岁以后我就去上班了，然后1岁以后孩子花销就大了嘛，买奶粉啊、尿布那些，我就找他要他承担一点嘛。他当时就给我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些都是小钱呢，以后孩子上学了，然后那些大头都等着我呢。然后我为了不跟他吵架嘛，我也就自己承担了。我不否认说奶粉他买过一部分，但是不多，没有我买的多。然后尿布他没买过，衣服他没买过，奶瓶那些什么水杯那些他都没买，就奶粉、米粉他买过。行，孩子大了吧？对，是得上幼儿园了吧？对，得上小学了吧？3岁的时候上幼儿园，然后1学期学费大概是3000多嘛，可能要让他一次性拿3000多出来，可能他也有点心痛嘛。然后他就说，这难道就是我何家的孩子，不是你曾家的孩子呀？咱俩1人1半平摊。又为了不跟他吵架，然后我又接受了平摊。你不是说孩子上学要用钱给人攒钱的吗？那钱呢？咋又平摊了呢？对，其实学费的话，我们一直都是一起在。我问你话，你不是说你要给孩子攒钱，孩子大了上学要用钱吗？那你倒拿出来呀！拿了呀。拿了不是平摊的吗？你不该多拿点吗？哎呦，你真行哎！那我们接着再往下听啊。然后小孩子4岁多嘛，就是因为是女娃娃嘛，然后我就送她去学跳舞，她也比较喜欢。5岁多的时候，我征求了孩子的意见，我说你想不想学钢琴啊，还是什么的，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还是想去学，我就又给他报了个钢琴。学舞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孩子要学舞蹈，你得承担一点费用哈，学费你得承担1半。然后他就说。他说你有钱你给他报，那你就出钱呗，就是意思就我给他报的班就得我出钱，然后完了他就不承担。然后学钢琴的时候，我就直接都不跟他说了，我就直接把报名费出了算了。他说的我不是特别认可有些东西，因为不管报什么班2个人夫妻之间应该有一个沟通。他说你分钱也没出，咋可能？不可能啊！你比如说钢琴，那小孩子刚刚开始还没有正式的学弹钢琴，那个时候肯定爱好一个启蒙，可能我就买了个电子琴，这个电子琴现在家里面还是轻的。那后面那个因为要学嘛，我想可能还是要一个真的钢琴去弹，它有手感。然后那个也是我去找了一个销售钢琴的地方，带着他老婆一起去的，看了，然后拖了一个钢琴回来，放在家里面。钢琴的钱是谁出的？我好奇。我出的。买钢琴买成7000，我转了3500给他。哎呀，我的妈呀！行，这不是孩子慢慢大了吗？花钱越来越多了吗？对。给吗？不给，孩子就给学费。那他存了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吗？不知道。那他1个月挣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吗？不知道。不是您钱呢？钱攒着呗，被以后可能有什么大的支出来使用了。哎，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其实我们2个平常的开销没有多少，他也没有开支，我也没什么开支，我们2个就是纯工资，可以这样讲。其实拿这些兴趣班也好，那些补习班也好，其实也没多少钱，说实话哈。没多少钱你出啊？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就一直是默契的，就是 AA， 我们2个就是 AA 的。那你 A 呀？你不出你也不 A，
你在这说什么呢？因为 A 的话，有些时候他不跟你商量，他什么东西都不跟你说。对呀，跟你商量没用啊，你不出钱呐，谁报的谁交钱呐？但是他没有跟你商量，也没跟你说。舞蹈跟你商量了，你 A 了吗 ？A 了，后面也 A， 后面也 A。舞蹈 A 了吗？后面也 A。没有。没有。最近的一学期，就是我们吵得比较厉害的这一学期，他 A 了。等于一直在公婆家生活是吧？为什么不独立搬出来呢？现在已经搬出来了，搬出来有3年了吧，但是吃还是跟公婆在一起吃，就住分开住了。啊，分开住，为啥要分开住？因为2代人有些思维也好，有些习惯也好，可能有不同，所以难免有那种就是口头上的一些争执啊之类的。后面我爸就说，哎，干脆搬出去，我们不在一块儿了，就他们几年前。不是你们搬到哪儿了？我们都在一个小区，其实也不远。那房子是谁的？房子是我爸的吧？我们那个不是商品房，我们是那个回迁房嘛。但是我们那个小区嘛，可能日常的一些吃饭还是在父母家，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一起吃。对，早上孩子如果上学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把饭吃了，然后就公公帮我送去学校，放学以后公公再帮我接回来，然后我们就我下了班就在公公那边去吃，他也在公公那边吃。因为其实这个也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2个人就是可能独立不了。包括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有一说我们要独立的那种能力，可能就起不来。所以后面的话，我也就是最近嘛，哈，也是可能1年我都没有去我爸那边吃饭啊，可能那边可能我爸还会帮着买菜那些，但是我们自己做，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做饭吃，做菜啊。你有工作吗？我先问问。就去年那个离职之后，今年暂时没有找。你以前有工作吗？有工作。哎，你到底攒了多少钱？方便说吗？也没多高，反正这个东西，因为就是个成都那边那个平均水平，都是个普通的打工的，那肯定会。你的钱是不是都给你爸妈了呀，兄弟？没有，我爸妈不会要我1分钱。你有什么爱好吗？你是把那些钱都用去打游戏了吗？玩游戏，但是不会有充值那些，免费的，就是一些。那你生活里有开销吗？开销很少，没什么开销。我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啊。没有不良嗜好，没有，打游戏也不花钱。对他就是我帮你算一笔账啊，1个月按3000块钱工资算，有吧？有，至少吧。平均成都的标准我们算到5000，可以吧？可以。1年是6万，12年是72万，有这么多吗？但你还有用吗？啊，你有啥用？你都没有用吗？你没有任何用啊！你这钱我听来听去用了2万块钱都没有，对吧？我刚才在脑子一盘算，有没有？50万有吧？反正小几十万应该是有吧，反正也工作这么多年了嘛。您1个月工资有5000吗？有，现在有啊，现在有，所以您现在攒了多少钱了？我基本上没有钱。他有小几十万，你没有钱，你为啥没有钱呢？我带孩子呀。你们在家里又不花钱，对不对？我要花呀。你花啥钱呀？我带孩子出去玩呀，给他买穿的、买吃的，报培训班那些不要钱吗？上学我还出一半呢，我哪儿不要钱啊？那现在带孩子出去吃个饭呀，那些你带他出去玩，那9岁的孩子出去哪儿都要花钱。出去他说要吃个东西，你不可能不买吧？他要去玩，你不可能带他出去逛街吧？你逛街他能逛多久啊？你总得找个东西给他玩吧？是。找个东西给他玩，那你不花钱呀？肯定得花钱。对。多少？那他吃了用了，我也说不出来。你跟我说，孩子花钱花到哪儿去了？我怎么背得出来啊？他经常就在我耳朵边上一直。我问你这段话，你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啥意思？就说孩子经常。那你觉得他是大手大脚吗？一个跟你收入相同的人，你存了小几十万，他1分钱都没存下，你觉得是你会过呢，还是他大手大脚？其实同样是在爸妈家吃饭，为什么你的钱存下，他没存下钱？回答我。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俩的工资、收入、工资卡什么我们都不知道，都互相的那种，我也不知道现在都真的是多少钱工资，他存了多少钱？因为在我的理念里面哈，第一个他们在爸妈家里面一起生活，基本上家里面所有开销不用我们承担。不是应该你们交钱给爸妈的吗？我父母不需要，他相当于是父辈的一个就是无私的那种。好。对，然后我老婆那边，说实话，我对她的工资我不关心，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多年应该有一些积蓄，应该是所以有。你觉得他的钱去哪儿了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父母家条件好吗？我们是农村的嘛，就条件不好。我初中的时候，我爸就出去打工了；啊，大学的时候，我妈也出去打工了。然后就他们俩都一直在外面打工。家里有兄弟姊妹吗？没有，就我一个。那你的父母的养老问题谁来解决呢？肯定我解决呀。然后所以你是不是有很多钱给到娘家了呀？我没有钱给我娘家呀，你心里是不是就这么想的呀？因为这个东西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啊，因为后面有一年他们家哪年？这记不清楚了，因为我对这个时间5年前吧，他说的是。可能5年前，当时就是他们家突然就买了一套房子，我都不知道。那是我父母买的房子，房产证上也是我父母的名字。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是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给我妈提过，我说买个房子，然后可以他们老了以后可以在我的那个地方落个脚。然后我妈当时还不同意，她说老家有房子，干嘛要去买这个？不用买。然后我也就放弃了，毕竟我也没有钱嘛，我就那个房子名字写的谁的呀？我爸爸妈妈的。本来那也是我爸爸妈妈出的钱，因为是在孩子3岁多的时候，我妈妈提出来要买那个房子的。我估计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妈就动了要买房子的念头。为什么你生孩子的时候，你妈动了念头了呢？过去都不想让你买。这个可能还是就是因为我们俩经常吵架吧，她就说在家里白吃白喝白住啊，然后就叫我滚呐，那些就是说话特别气人。然后我妈可能就决定要买房子。你为什么要说他们家买房子的事儿？因为我觉得他包括刚刚说的，最开始我们在结婚要孩子的时候，当时他不是检查身体吗？然后一个人跑到成都去，我都不知道。而且包括买房子这个事情，他也是，我都是他当时相当于是这个房子需要出租，因为他买来相当于是拿来租给别人。然后的话都是跟我说的是他们单位的某个领导的房子需要我们去租，然后当时好像需要我去帮个什么忙，然后我们一起去。然后最后好像他妈妈来说，我说这个是你们领导的谁的房子？他妈妈最后来说这是我们的房子。然后我都一直蒙在鼓里，我都不知道。不是出租给谁呀？租给租客嘛，就是那房子买了以后，我父母其实一天都没有租过，就一直出租出去了。那房子也是我在管理，房租也是我在收，我父母根本没管过那个房子。那房租去哪儿了呢？房租就让我用了呗，补贴我了。我没有给他说买房子的事情，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我跟他说了，他肯定不会同意我买，就是他精神上他不会支持我。经济上他也不会支持我，可能给他说了，他还会说啊，现在房地产不景气了，你这个地段不好了，然后总会找各种理由，然后就会搪塞我，然后可能我这个房子都买不成。所以当时我也生气嘛，那个房价也比较高，成都还限购，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买了一个2手房，至少我有一个房子嘛，我就那样想的。你知道有些涉及到经济或者有些稍微重大的一些事情，你全部都是把我排斥在外，我根本都完全不知道。我们都是 AA 制呀，我父母买房子可以不用给你商量吧？对啊，所以说我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我们吃住都在家里面，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我们挣的工资就自己揣着，那为什么有时候你没钱呢？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我挣的工资揣着，你孩子怎么办呀？现在把这个事儿梳理清楚了。那如果按男生的说法的话，就是女生有一部分钱叫不知去向，对吧？他也工作了10多年了啊，而且我们那个其实都是比较节俭，他也不大手大脚，我也不大手大脚。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些价值观，特别在金钱这方面，其实我们两个其实大部分是相同的。我不知道他存了多少钱，他的钱怎么支出？说了吗？没存钱嘛？你信吗？我不信，我真的不信。来，今天咱们破冰，谁愿意先把自己的收入报出来？我有3万，1个月。总共现在所有的存款全部一起，还不包括我妈他们的租金补贴，总共一起有3万。你，我不说。我今天最大的体会就是，我见识了一幕人间的什么叫占便宜没够。作为一个儿子，占父母的便宜，占得没羞没臊，没完没了。作为一个妻子，想多占一点婆家的便宜，没占上也是恼羞成怒。我不需要占他们家的便宜。客观
或者在你先生主观的心里面，他就认为你占了他们家的便宜了。这不就是核心的焦点吗？你认为没有占便宜，别人认为你占了便宜了。这句话的原话是：吃住什么的都是在我爸爸妈妈家，你那些钱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占我们家的便宜啊？可能在这还用说吗？可能在他的心里是这样，甚至还在想，我们结婚之前你到底攒了多少钱呀？你爸你妈那套房子是你爸你妈买的吗？花的钱吗？哦，你跟我结婚了，这才7、8年、6、7年，你就攒了这么多钱啊？连房子都买得了啊？那你还吃着我家的，用着我家的，干什么呢？你们彼此对对方的防范是有的，在经济上，这话我说的没错吧？你认不认？我认可。你认不认？对吧？这是彼此双方的。那么为什么一对夫妻彼此双方在经济上防范了12年还能过得下去？这个事儿就很奇怪了。这是我最好奇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都防了12年了，那心得多累呀！你想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难免我的财产会露底，对吧？难免我一个不小心，这个事儿就被对方知道了，你们俩不觉得难受吗？难受啊，我气得心绞痛啊。换而言之，就是这个婚姻怎么还能持续12年？我特别好奇，你们下面的日子还想不想过？谁真想过，谁真的不想过？因为你们毕竟还有个9岁的闺女嘛。所以我希望一会儿老师们，如果他们想向你们提问，我希望你们能坦诚的去回答他们，其他的没有了。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王兄，在我眼里，夫妻已经结婚，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睡在一张床上了，还要 AA 制，这就如同2个陌生人在饭馆吃饭拼桌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夫妻 AA 制是公平的，但它的本质是最不公平的，最有危害性的。你们2个人相互指责，你瞒我，你欺骗我，有些我不知情，很正常，因为你们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生态，怎么可能双方不提防着呢？怎么可能我不瞒着你呢？就像买房子，哪怕是父母买的，他不告诉你，是因为钱又不是你会来出的，我告诉你干嘛？如果他自己补贴点父母，那更不会告诉你了。所以你们2个人的信任早就荡然无存了。真的，这12年过下来了，该到头了。谢谢。沙娜老师，你有女儿是吧？对，好，你的女儿以后就嫁给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做一个手术，回家以后告诉自己的丈夫，我做了一个手术。丈夫说，我不出钱，你自己做你身上的手术，跟我没关系。请问您这个当父亲的怎么想呢？因为这个事情刚才已经说了，我就问，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你女儿的身上，请问你觉得你女儿嫁的这个男人算个老爷们儿吗？这个不应该。她也是一个女儿，你女儿未来要嫁的那个男人，大概率就是按照自己父亲的模样去找的，所以你做好准备啊！送你女儿出嫁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她未来人生的婚姻之路就是她现在这个样子。另外，夫妻双方就是镜子，他什么样，你什么样。同样的话送给你，如果你也希望你的女儿未来走你这样的路，那你们就继续这样吧。你们都是为人父母，拜托你们给孩子积点德吧，好吗？谢谢沙娜老师。李老师，那个你父亲母亲他们名下那房离你们家不远吧？对，离公公婆婆家不远吧？对，只隔了一个红绿灯多一点的路程，只隔了一个红绿灯多一点儿。对对。然后刚才你其实自己并不知道，你说这是我爸爸妈妈名下的房，但你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所以我决定买个2手房，你自己意识到了吗？那是我的口头禅嘛，我习惯性说的。这就是你的口头禅。但为什么那个房子离你公婆，也就是你们现在
那家不远。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新的楼盘，只有旧的，而且我肯定要把父母放在一个离我比较近的地方，我方便去照顾他们呀。而且那个地方离医院那些门口也有吃的，商好嘞店都很方便。您有您的解答，我就是要确定一个不远啊，我就要确定这个。其实二位都做好准备了，二位已经在经济层面做好准备了。往往夫妻两个人真要是离婚了之后，看孩子这事儿吧就好麻烦。最好呢，孩子离自己住的地方也不会太远，然后呢，最好过个红绿灯就能看一眼，这样方便嘛。还有，为什么那个房一定要在父母名下，最终是自己决定买个二手房？就是在离婚之后，那个房子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分割嘛。为什么我们的主持人在现场问了你3遍，你攒了多少钱？你现场一个数不说，因为你现场说出了一个数，即为判断依据。你怎么可以把夫妻共同财产的判断依据，也就是那个数字当场说明白呢？所以你们二位都在经济上已经做好准备了，离心离德，只不过还抱有一丝期待嘛，毕竟孩子慢慢长大了嘛。谢谢刘老师，米娜老师。其实我不知道为啥老师们都这么着急。在我看来，你们2个人不就是相同爱好的人，在干着同样的事，你们正快快乐乐的过着你们的夫妻生活吗？只不过你们今天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好不开心啊，我们都这么在乎对方有没有掏出他兜里的钱给我们看，但事实上你们一边说哎给我看你兜的，一边把自己的兜按得紧紧的，你们乐此不疲。你们都知道游戏规则，你们2个人早就在里头配合的，你攻我守，你防我进攻，2个人默契无比，你们来折磨我们干嘛呀？一般来讲，就是像刚刚赵川老师在问的说，这样的夫妻关系怎么维系下来的？我们很好奇，但我就不好奇。你们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们才维系下来的。你眼前要是有一个更好的人生，你自己离了婚了以后，不但有房子，还能够独立养活你和孩子，并且将来还会有一对公婆供你啃，能够帮你照顾孩子，还会有一个新的丈夫每个月给你交工资，你走不走？没选择嘛，你也没选择啊。所以你们相互抱怨，严防死守。2个人都希望从对方身上还能找到一点点活路，一点点对于未来的期待。其实什么都没有，你们2个人的问题不在于防对方，你们2个人的问题都在于只想从个儿大的肉多的上头炫一块，都没有逼自己。好好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吧，然后你们自己再去做出一个最符合你们自个儿的决定。谢谢米娜老师，其实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婚姻关系啊，但是你们这种婚姻关系确实引起了所有人的探知欲，做各自的推理啊，对不对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怎么去看这段婚姻，想不想让它往前走啊？我们都不论婚姻是不是状态好坏，首先你得让它健康吧，正常吧。这个婚姻不正常，你们没有构建起自己的家，你们夫妻之间没有最基本的信任。问题的核心在这儿，要不要你们自己选。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选择了，如果还想让这段婚姻继续的话，请你们去调整，把那个失去的信任至少找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希望我能在精神上、经济上和生活上都依赖你，但是这些好像都没有办到。我希望以后你能够在经济上多付出一点，在女儿的教育上多付出一点，给我一点安全感。其实我们2个人从相识、相爱、结婚这么多年，你对我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优点啊。虽然说我们经常争吵啊，或者为钱、为金钱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有办法去解决，因为我们毕竟是成年，是一个心智理智的一个人。这个东西因为是涉及到我们的父母家在一起吃住，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延后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独自生活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会提前暴露。所以说今天包括在场的嘉宾，不管是有什么意见，我这边都能虚心的接受。我觉得我们私下可能也需要就是坦诚的把这些问题，就是因为都是柴米油盐，都是一些日常的东西，我们必须把真的要说清楚。那
那么可能对未来这个婚姻的经营的话，可能才能走得更远、更好一点。因为我说实话，我不会说你每天抱怨我怎么样，我就对你很反感怎么样。其实我一直跟别人说，我说老婆还身上很多优点。不是，你老婆确实是有很多优点。对，他你从哪儿能这么居高临下的对老婆发表这一通啊？就像是领导在表彰员工似的，你这不就是一个甲方和一个乙方吗？甲方跟乙方说话的时候，永远就是这样吗？你不是作为一个丈夫说的。其实他说我抱怨，还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我并不是那么喜欢抱怨。如果你心甘情愿的做乙方，就心甘情愿的做吧。这个事儿里面，其实最该觉醒的应该是女生嘛。你不觉醒就算了，男生你就继续这样吧。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的优越感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静音乐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预测一下吧，包红秀。我依然认为这一段婚姻不正常、不健康、不宜继续，男出女不出。就继续混着吧，就他们俩应该还会出来的。我觉得女孩应该不会出来，就是怎么着也得现场摆个姿态嘛。现场姿态不摆，回去更不成了。所以我估计女孩不会出来。但是你要说分开，我不太信。对，不会分开的。然后他们这个模式还会坚持下去的。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来，请亮灯啊！谢谢两位，请回。谢谢。谢谢。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人要过得开心。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他还这么生活，也不考虑以后。我希望他能成熟起来。我做这行业就是靠朋友多，我也非常享受我的工作，但是他想换房子生孩子，我觉得压力太大。他就是逃避生活，看到别人还贷款养孩子的生活就害怕了。我觉得没必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我也希望他别给自己太多压力。这不是压力的问题，这是我们俩以后生活的目标，我希望他明白。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8岁，来自四川，导游；李女士39岁，来自四川，职员。有请。欢迎两位哈。好，结婚几年啊？6年了。咋认识的呀？我们俩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我这人挺慢热的，然后他其实对我还是挺有耐心。我们其实以前相处的就还是不错吧。所以后面才走到结婚的这个。结了婚之后觉得怎么样？前几年就是觉得还行，过得还是比较开心的。结果就是到现在，其实因为我有各方面的压力吧，现在我已经就是39岁了，年纪也到这儿了，想要小孩，但是他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太负责任的状态。什么叫不是太负责任啊？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现在因为是有就是住的那个小房子呢，就是一室一厅的那种那你要生小孩，那肯定是不够的呀。那有什么不够的？那我肯定是希望说我还得买房呀。我想租房，但是我老婆说要买房，我觉得那个租房那个划算些，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您说他不负责任就是不换房子是吗？因为他的性格是那种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觉得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得负起责任来。那什么时候能买啊？按您的规划？
那还是就希望这1、2年，然后咱们就下手呗。他在努力挣钱吗？挣也是挣钱，但是他这个行业的话，就也没挣多少，而且他自己几乎就是大部分都花完了都。你们家谁管钱呀？算是各管各吧，因为他也没给我交多少钱。你不交钱啊？都花了，主要是朋友多嘛，然后基本上隔个2、3天就要喝一次酒，然后喝高兴了，然后我就买单了嘛。朋友都不买单啊？换着来嘛，就是大家都把钱花光。反正月光族嘛，对，今朝有酒今朝醉嘛。结婚5、6年还月光吗？啊，对。所以这是我很受不了的一点。你管他呀，你把钱收了不就完了吗？那他也不给呀，而且就是很多时候他也没在家，因为他之前也要出去带队吧，自驾游的这种团。那有时候时间一去4、5天，长一点的10几天。那有时候在家1个月就待几天啊。你跑哪条线？云贵川、新疆、西藏，主要是带自驾团比较多。带自驾团？对对对。自驾团收费都不低是吧？对。导游挣的也就不少喽。还是挣的可以，但是基本上看着什么都买。就是比较喜欢买，然后也比较喜欢淘宝啊这些。他爱好广泛，对，什么去年买个滑板，滑2天也没用了。然后呢，喜欢摩托车也买摩托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说你既然成了家庭了，那你有责任了，你肯定还是要慢慢的改变吧。那我作为就是我只是一个会计，一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那这个家里的什么开销啊，都是我在负责。那这个像家务啊，也都是我在做。那我们为了自己的将来，肯定还是需要存点钱。那其实基本上都是我在存。你既然到了这个年纪，你都快40岁了呀，那你总还是要就是考虑我们以后家庭是怎么样去规划呀。问问他，怎么考虑的？想要个孩子，然后租个房子。没了？没有了。然后一起生活嘛。咋生活？带着孩子，反正空了不带队的时候就一起出去玩嘛。你现在这个带队频率高还是低？高，1个月只带到几天在家里边。待几天？估计最多1个星期。你这要了娃谁给你养呢？我老婆时间多一点嘛，在家里边，然后她要辛苦一点。对我来说，这样压力就很大呀。我要上班，然后要带小孩，然后我也是那种比较，就是我是很有责任心的人，我自认为。那如果说有小孩的话，那教育肯定是要我自己来，不可能说隔辈的让父母去帮忙带辅助一下还可以，但是主导肯定还是得我们2夫妻来。那你们前几年干嘛去的呀？之前想说给他一点时间成长嘛，因为他本身我之前考虑他，也觉得说其实他人品也不错，对父母也很孝顺。但是现在这种阶段，我都快40岁了，那我已经是个高龄产妇了，那肯定是会有危险的。如果说你还是长期在外面这样，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人照顾我，那我这个压力就太大了。所以你好像不是对他这个人有意见，而是对他这个职业有意见啊？这么听下来，我个人觉得说我对他人对他的职业可能都有意见。那你对他有什么打算和规划呢？你说规划呗。对啊，我就想说，那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再去带队呀。那不带队不就没钱吗？这个行业还可以做别的呀。比如说之前不能带队的时候，他比如说卖特产啊这些东西啊，那或者说你在转行做一些其他的那种，因为他自己算是比较交友广阔的那种，就是朋友也挺多。我觉得这种就是换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难。你想让一个38岁的男人转行，是这意思吧？有这个意思。转行太难了，因为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了。很矛盾的就是，其实你说他就是不挣钱，他其实也能挣一些，但是确实手散，就是也存不下什么钱。我觉得，那你为啥不让他交呢？我就很奇怪嘛，你管嘛？我可能也不是很强势的那种吧。那如果他不交的话，有时候也用了就没有了，然后就……您是会计？哎，我是会计。家里有积蓄来换房子吗？是有。换呗。但是我还是希望说，那之后就是像如果说还房贷那种，那我压力可能就，如果我一个人负责，那就很大呀。房子的话，你肯定得自己要买一个。我不希望说我租个房，然后万一有什么变故，我要带着小孩，带着一家老小到处搬，就觉得不安定。我觉得那个老婆你想多了，
就是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这个词。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现在该花花，该喝喝，该用用。哦，对，现在我们不都讨论的人生大事之一吗？生吗？是可以生，但是买房我觉得咋生啊？不是谁带呀？我都不说房啊，我就问谁带，怎么带？你不能一句话说，哎呀，老婆你辛苦了，钱你也都今朝有酒醉掉了，对吧？那我拿什么带孩子呀？我可以辛苦，但是我钱呢？钱都用了，没什么钱。那咋生啊？多挣点嘛，多跑一点嘛。你还是没想当爹？你说实话，你想不想当爹？看着小孩又想当爹，但是出去玩了又搞忘了。其实还是不想当嘛。啊，对，没玩够，对吧？对。哎，你带团的时候是因为挣钱而开心，还是就是散在外面看着那个山河开心？就看着山河就开心，然后觉得，人生有杯咖啡，有个老婆，然后一起露营、自驾、出去玩就可以了。好，不要为那些就是房子啊，这些都身外之物啊，其实没啥意思。啥有意思？浪迹天涯一生，然后四海为家。那你就不该结婚呐！你浪迹天涯一生啊！不，但是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嘛。因为我遇到我老婆，我觉得人还是可以。所以你的现实就是比较贤惠，一个女人，一杯咖啡，一顶帐篷。对，这就是你的人生吗？哎，对。你当时嫁给他的时候，应该知道他就是这么个人吧？对啊，但是我觉得说还是可以，就是改变嘛。你人要成长，我能够就是说，为了我们计划我们之后的生活，我要去存钱，我觉得这很重要。但是他就不存呢。你们俩当时是怎么爱上的？我就没想明白啊。因为我觉得说夫妻双方你就是性格上有互补，这个是好事。最开始呢，肯定有新鲜感，带着我出去玩然后对父母也特别好。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交了这么多朋友当中，就是他其实属于就是还是很厚道的这样的人，也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弯弯绕绕的直来直去。其实我觉得跟他这样相处还是挺轻松，因为他性格也是比较阳光的那种。但是那会儿就没考虑那么多嘛。但这几年我就越来越焦虑，年龄也大了，也就想要孩子了，就希望他快点成长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嫁给他以后有没有跟他一起去当过导游？这个我没办法去，我就正常上班，周末休假。他的人生规划里面就是一顶帐篷，一个女人，喝一杯咖啡。他这规划里面可没有娃娃。接受丁克吗？我不接受。确定吗？确定。那你就赶紧离婚吧。我觉得在他的婚姻生活里，至少现在他压根没有考虑到娃娃的事儿，对吧？后面还是想要娃。后面什么时候嘛？带不动队了。带不动队了是什么时候嘛？那会儿我也老了呀。对吧？等个几年嘛，差不多。等几年嘛？这个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你看看，你当时为什么娶她？就是贤惠嘛，然后。你贤惠的标准是什么？家务做得好，菜弄得好，然后又孝顺父母。这服务员找的挺好的，1个月在家待7天，这7天吃的跟外面的口味不一样，味道更好些，对吧？还有人在家里给照顾好父母了，是吧？对。然后你也工资也不交，工资都花完了，没什么钱。你的朋友当爹的多吗？当爹的有啊，他们怎么说当爹这件事儿？太累了啊，咋累呢？啊，就是晚上要哄娃，然后白天要上班。啊，所以他们就是叫我不要，就叫我不要生娃。哦，你周围的朋友说千万不生娃。对，因为太辛苦了。对，他们后悔了。你吓到了没有？我还是有点吓。所以你压根儿现在就不打算要娃，对吧？现在暂时不慌嘛，后面应该会要。你听到了吗？这才是他真实的感受。他害怕，他恐惧，他没有做好准备。你不害怕吗？我帮你描述一下啊。其实这个描述应该莎娜老师来描述比较好。你给他描述一下，就是一个妈妈，娃娃很小，上厕所、上马桶可能都要抱着娃娃，然后家里这个男人呢却常年不在，对吧？1个月大概有24天是在外面的，只有7天是在家里的，零零星星的。那个是个什么景象？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就是你听从听，就是你当了妈，首先第一点，你没有觉睡了。别的妈妈可能身边半夜会有丈夫帮着她能照看一下孩子，但是你要2个小时喂一次奶，没有觉睡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没有任何的时间了。那你休完产假，你的孩子怎么办呢？谁来带呢？对吧？那个抱着孩子上厕所那是经常有的事儿啊，对吧？他那么小，你又不能把他扔在那儿。然后1没时间吃饭，2没时间睡觉，3上厕所你得抱着娃。然后这都是平常日常的生活，但是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小孩儿，经常会生病，尤其孩子小的时候跑医院，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大半夜2、3点，如果高烧了，你就得一人抱着孩子奔医院了，啊，然后你一个人在医院，你得去挂号、去排队、去交费，那这些日子你都怎么过呢？所以其实我还是希望就是跟他商量，就是他能够转行。你看，哦，我们有这个点时间是你有点天方夜谭了。来吧，我们之所以让莎娜老师去说这一段，并不是说要一个孩子有多艰苦，而是说为人父母，其实在迎接新生命的同时，喜悦的同时，是要有很多付出的。这个如果是不情不愿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人家说父母都是伟大的。不干了，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要个娃娃比干那个有意思多了，知道吗？要娃没有出去玩好那个刺激的嘛。所以他不是放弃不了导游的工作，而是不愿意放弃现在这种没有什么责任，对吧？啊，对，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然后自己能够寻找到让自己内心欢愉的那些东西。啊，对的。实际说白了是他不愿意放弃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嘛，这个你能理解了。所以你要真的想就是一家3口的话，哎呀，大概你得换人啊，你想把它改，我觉得太难了。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因为我劝不动他，我是想说我们来这个节目，大家好好的理一理。就是我还是其实希望说他能听劝，但是这么长时间下来，我觉得说妻子的诉求非常简单，希望通过老师们的帮助，让先生能够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觉得这事儿太难，但是老师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里的一些困惑呢？其实你也很困惑，对吧？啊，对。老婆老这样，你心里也难受嘛？啊，对。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何鸿兄，来自李白故乡的男人，对，并不是个个都像您口中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李白也不是这么干的。何况你现在是人家的丈夫，已经是有一个家庭了。我也惊叹于您的直白坦率。我就喜欢买，我就喜欢玩。但是您要明白，您已经从一个男人变成了一个丈夫。其实你顾及家庭不影响你带车队，不影响你去放飞自我，关键是你把自己完全的融入到了那种放飞和自由世界去了。我们人并不是说在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就是快乐的玩呐，这样精神也会空虚的。您再过阵子，到了40多岁，你也明白，带进账的车队力不从心了。那时候老婆也没了，家也没了，你去流浪吧，没有人施舍你。不说了啊，谢谢于老师。来，莎娜老师，你在他心中不是老婆，你等于免费的保姆。你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第一，安顿好大后方；第二，满足他的虚荣心。你看，我有个老婆，有杯咖啡就够了。我现在咖啡也有，老婆也有，我还能享受自由自在的人生。你当初爱上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能给你带来新鲜的生活，能给你带来那种刺激的感觉，能弥补你目前现实生活以外的梦想的幻境。因为他所过的生活是你想过而不敢过的，
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你想去而没见到的，他所接触的那些人和跟他一起在路上那些驴友，是你觉得很新鲜、很刺激的见闻轶事。对。但是当你让他改行了之后，他曾经吸引你、让你爱上那个点还在吗？所以到底何去何从？继续这么忍着过，还是说你真的想好了你的人生路在哪儿，那就抓紧时间去走。谢谢。谢谢山大老师。雷老师，你改得了吗，兄弟？慢慢改嘛。没有慢慢，你告诉我，你妻子多少岁了？39岁了。你认为一个女人生孩子适宜的年龄还剩下多少年？没有几年了。没有几年了。你到哪天才能觉得自己带不动团了？没有几年了。几年？自己说，自己说。5年嘛。还有5年。也就是说你要让他等到44，对吗？应该等不了那么久。那你打算让他再等多久？等个2、3年嘛。让他再等2、3年之后，你能做到什么？他在等的是什么？他的2、3年青春，我告诉你啊，就是他接下来再等2、3年，他等来的是什么？你得让他知道。你让一个人等，得知道等的是谁，等的是什么吧？说说，等什么呢？就是等我那个爱他的心。等什么？爱他的心，爱他的心。他过去6年也是这么说的吗？说啊，也经常说啊，但是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呀。哥们儿，哎，咱做人，你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你不能那么自私。他已经等了你5、6年，你居然刚才让他等你到44，居然再让他等你2、3年，他今年39。你要是个爷们儿，没那么自私，直接跟他说：“你死心吧，别等了。”来说，他接下来要还愿意等，那是他的问题。我刚才说了，他要再出来是他帮你，再伤害他，你都不用说对不起。来，跟他说，你死心吧，你别等了。你死心吧，别等了。行嘞，我说完了。我看雷老师，你死心吧，别再说了。来，米娜老师。现在之所以他对于生孩子和成长这件事排斥的心理这么强，是因为您一次性把3件事压在了他面前，3件事同时逼他成长。第一件叫做存钱，第2件叫做换房，第3件居然才叫做生娃。这3件事对他来讲都不爽。存钱意味着现在生活方式要改变，换房意味着未来经济压力要巨大，生娃这事儿简直剥夺了我所有时间，对吧？对他来讲，他觉得3件枷锁我样样都想逃，所以都不要跟他谈这些。检查好身体以后积极备孕，怀上了以后再来跟他讨论。你可以每个月出去，但每次产检的时候尽量陪着我，对吧？生完孩子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你的表现，研究你下一步是留还是走。您看这样解决是不是比你们非得要离开要来的稍微好一点？自己想。哎，我跟他们想法都不一样啊。我真的不一样啊。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工作辞了？为什么不能陪一个男人疯？既然他是你选择的伴侣，谁规定了说一个人一定要承担一个被模块化的责任？我可以当爹，当爹的方式有很多呀。我可以要娃呀，在路上我就可以要了娃了，这个娃可以在路上行走啊，对不对？没有人规定要娃一定是有一个固定方式的嘛。那为什么你不改变？你那么想要娃？可能我也不敢改变。不，我就问你啊，为什么呀？你懦弱呀，你跟他一样啊，他也懦弱，他不愿意改变，你也懦弱，你也不愿意改变啊。当所有的人都以这样的方式去说你的时候，我想问你，你心里痛快吗？为什么不痛快？己所不欲吧。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就是我现在在对你做的事情吗？我现在就要扭转你对人生的认知和我对世界的看法和我想要的生活。我们没有权利改变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即使你是他妻子。我不是说他对啊，他的问题是他自私嘛，他极度自私嘛。
他娶了一个女人，他不对这个女人和这段婚姻负任何的责任吗？他的自私我们先不说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不也自私吗？一个人以自己的爱好为一个终身职业，并且能够养家糊口，身边有一个理解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妻子陪她在一起，这是不是人间大幸福？您说是，但是我不是会这样想啊？我还是希望说，所以啊，你的希望，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他呢？不让他等你了，是你说的哈。死心了是你说的哈。怎么会说这种话呢？这是他想马上要个娃的嘛。你带了队就不能要娃了？人家那些导游，包括一些国际部的、飞国外的导游，那不该有孩子有孩子吗？你这个脑子怎么那么……你怎么了？他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是你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呢？这是你做的最不好的。如果你现在是个单身汉，没有人说你任何，你得负责呀，你得对这段关系负责呀，你得对你自己负责呀。你要是只能做对和错的选择，那你就只能坚持继续去游呗，就失去你的妻子。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想一些方法的话，或许你还能留住他。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可能还真的不适合要孩子。时间留给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我内心也不是想逼你什么，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共同去努力，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在这我就只想问你，就是我肯定是还是希望说要买房，看看你的态度。买房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现在我们经济压力很大，就是买房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租房，就后面我就少在外面带队嘛，然后多陪陪你。我知道你之前也很辛苦了，然后现在我想改变一下我自己。谢谢两位，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人家最后说的跟孩子没关系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男人您选择了婚姻，那必须要有责任担当的，这是没得选的。我认为男出女不出。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双出。原来是闹着要换房啊，那换套房就行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对吧？别出来了，因为就算出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件事儿。我是没想明白，为啥他要把自己的婚前财产的房子非要卖掉，然后再在这个时候变成夫妻共有财产去买一套房子？因为有钱的是他，又不是她丈夫。明明有钱的是他，他可以决定买房子的事儿，他又需要一个穷光蛋来参与，就莫名其妙。就石头遇棒槌吧。不是，所以这两个人才是绝配啊。对呀。所以祝他们都是愿意那个一条路走到黑的人，百年好合，一定双出。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希望这是你们一个慎重的决定吧，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